很多年前，我还是个刚毕业的愣头青，在老家小县城的广电系统里，过着一眼能望到退休的日子。起初还有点学以致用的新鲜感，但不出半年，灵魂就像被泡在了福尔马林里，失去了所有鲜活的知觉。每天在同一栋楼里，遇见同样一群表情都懒得换的人，处理着同样一堆永远处理不完的琐事。日子不是一天天过去，而是一天天地重复。那种感觉不是乏味，而是一种缓慢的窒息。一个周末，我跑去省城看望我大学时的导师。他听完我半小时的抱怨，没说什么大道理，只是下了口茶，淡淡地说：去大城市看看吧，别在一个地方待太久，尤其是小地方。我当时很犹豫，大城市的压力，未知的风险，像一头头猛兽盘踞在我脑海里。导师看出了我的胆怯，接着说了一句我至今都记得的话：任何一个地方待久了，都会变成监狱。有的人在里面改造，有的人在里面等死。你是哪一种？这句话像一记重锤，砸醒了我。后来我辞了职，去了很多城市，换过好几份工作，也被生活狠狠修理过几次。如今回头看，才真正理解了导师那句话背后的深意。环境从来不是一个中性词，它是一种看不见的能量场，一个巨大的场域。它无时无刻不在塑造你，定义你，甚至决定你的上限。当一个旧环境无法再滋养你，甚至开始消耗你的时候，最明智的选择不是忍，而是走。走出去，去见一些让你不舒服的人，去看一些让你看不懂的景。有了互动，有了碰撞，甚至有了伤害，我们才能有感触，有思考，有真正的成长。你的稳定可能是一场缓慢的活埋。我有个习惯，喜欢反复看一部老电影《土拨鼠之日》。男主角菲尔，一个尖酸刻薄的天气预报员，被永远地困在了2月2日这一天。每天早上6点，收音机里准时响起同样的歌。他醒来，遇到同样的人，发生同样的事，生活成了一个无法逃离的死循环。这部电影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无数人从菲尔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们或许没有被困在同一天，但我们中的许多人，又何尝不是被困在同一种生活模式里？周一到周五挤同一班地铁，在同一个格子间里敲打键盘，吃着不超过3种选择的外卖。周末用一场宿醉或无意识的刷手机来填补巨大的空虚。我们以为自己在生活，实际上只是在重复。心理学上，这叫土拨鼠之日效应。人一旦陷入这种长期封闭重复的模式，就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灵性会一点点被磨掉。你的认知、眼界、圈子都会像一个不断缩小的同心圆，最后只剩下那个被困在圆心的日益枯萎的自己。这世上最可怕的不是贫穷，不是失败，而是在一种稳定的假象中温水煮青蛙，被缓慢地活埋而不自知。艺术家陈巨源早年学西方绘画，把自己关在画室里，对着画板苦思冥想，结果画出来的东西总感觉少了点什么。朋友点醒他：你这是闭门造车，没有感受，哪来的感动？陈巨源恍然大悟，拿出全部积蓄，跑遍了欧洲的各大美术馆，流连于市井街头。当他再次拿起画笔时，笔下的色彩和线条才真正有了生命。写出《悉达多》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也经历过类似的困境。他在旧书店当学徒时疯狂自学，诗歌写了一本又一本，却始终无法突破。他感觉自己被一个无形的瓶子罩住了。后来他攒了点钱，开始徒步旅行。正是在意大利的旅途中，他写出了成名作《彼得·卡门钦》。黑塞后来在书中写道：走出去不会让你的贫穷自动消失，但至少让你知道，
你正在过一种急需改变的生活。这句话字字千钧。人如流水，一旦静止，要不了多久就会腐臭。只有流动起来，冲刷过顽石，汇入过江河，最终奔向大海，生命才会有那种波澜壮阔的能量。你的稳定到底是安稳的港湾，还是腐烂的泥潭？这个问题只有你自己能回答。圈子决定了你看世界的方式。我的阿勒泰里，朝哥奶奶有句话说得特别通透。有人向他感慨，年轻人都跑去外面发展了，草原上的人越来越少。老奶奶笑着说，家里养不出千里马，花盆里栽不出万年松。孩子们出去走走看看，挺好的。一句话道破了环境与格局的天机。守着一个老地方，你接触到的永远是那个固有的圈子。在这个圈子里，人们有着相似的思维模式，相近的价值观，甚至连吹牛的段子都大同小异。这种高度的一致性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但代价是你的认知体系会被彻底锁死。我老家有个发小，当年学习比我好，脑子也比我活。毕业后，他进了当地一家效益不错的国企。我们的人生轨迹就此岔开。我去了北京，在广告圈里摸爬滚打，见过凌晨4点的三里屯，也见过提案被毙掉20次的绝望。而他在小城里结婚生子，日子过得安逸且体面。前几年同学聚会，我们再见面，几杯酒下肚，他开始抱怨工作里的不如意，领导如何打压，同事如何算计。我听着那些故事，感觉无比熟悉，那是我10年前刚毕业时也会愤愤不平的事情。但我发现，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条鸿沟。他还在纠结于谁对谁错，而我更关心的是如何破局。他认为的天大的事，在我看来，可能只是成长路上的一块小石子。我不是在炫耀什么，我只是悲哀地发现，10年，环境把我们塑造成了完全不同的人。他的世界是那个单位里的人情世故，我的世界是整个行业的潮起潮落。不变意味着停滞，变化才意味着成长。导演贾樟柯，如果当年高考落榜后没有离开他的故乡汾阳，世界会少一位电影大师，而汾阳大概会多一个骑着摩托车在街上晃荡的中年人。正是那个离开的决定，让他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让他结识了那些日后在中国电影史上响当当的人物，让他看到了一个县城青年永远无法想象的世界。他在北影废寝忘食地看片、拉片，像海绵一样吸收着知识。当他把镜头第一次对准他熟悉的故乡时，他的视角已经不再是一个局内人的视角，而是一个拥有了更广阔视野的观察者的视角。这才有了那部一鸣惊人的小五。走出去，本质上是走出那个狭隘的自我。小地方养不出大视野，旧圈子换不来新活法。海明威在他的回忆录《流动的盛宴》里，深情地描述了上世纪20年代的巴黎。那时的巴黎是全世界才华的漩涡中心。毕加索、菲茨杰拉德、乔伊斯，这些日后光芒万丈的名字，当时都还只是在巴黎街头咖啡馆里激辩、酗酒、创作的年轻人。海明威写道，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它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那盛宴是什么？是塞纳河的风景吗？是卢浮宫的藏品吗？不，是那些闪光的头脑，是那些激烈的思想碰撞，是那种天哪，原来还可以这样思考的认知冲击。你待的地方决定了你盛宴的品质，你的圈子就是你的世界。改命的契机不在过去，而在远方。聊点更实际的，聊聊钱和机会。很多人都有一个错觉，认为自己赚不到钱，是能力问题，是运气问题。但很多时候，
你只是待错了地方。一个地方的经济结构、产业生态和思维模式，共同构成了一个机会场。你困于过去的磁场，那么过去你赚不到的钱，现在和未来大概率也赚不到。郭德纲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他年轻时在天津说相声，说的不算差，但就是出不来。用他自己的话形容，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很纠结，天津有人脉，有熟人，去了北京，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有一次，一位前辈点醒他，你必须走，离开这里，你那些熟人没用。这句话很刺耳，但很真实。一个地方的人情社会越浓厚，往往意味着它的规则越固化，留给新人的机会越少。你的才华在那种环境里，可能还不如一顿饭、一句奉承管用。郭德纲后来还是去了北京。在北京，没人管你是谁的徒弟，没人关心你爹是谁，观众只认你的活好不好，能不能把他们逗笑。这是一个更残酷但也更公平的战场。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德云社的崛起本质上是一个有才华的人找到了一个能让他的才华公平变现的场域。机会从来不会主动敲门，它藏在不确定性里，藏在你没走过的路里，藏在你没见过的人群里。你需要走出去，去碰，才有可能碰到好运气。前几年有个现象级的网红苏敏阿姨，56岁，她决定一个人一辆车，逃离几十年来让她窒息的家庭生活，独自上路。出发前，她是谁？她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外婆，唯独不是她自己。她的生活就是围着家庭转，忍受着丈夫的漠视和控制。出发后，她成了谁？她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博主，她直播带货，出书，给奢侈品代言，甚至作为电影原型走上了戛纳的红毯。如果她没有发动那辆车，如果她选择继续忍，她的人生剧本会是什么样？我们都能猜到，是那次出走，让她的人生从一个封闭的内循环，接入了整个世界的开放网络。她的价值被无数陌生人看见、认可，最终完成了商业上的闭环。这就是环境的力量，它能把你死死按住，也能把你高高托起。三毛说，出发总是好的，它象征着一种出离，更是必须面对的另一个开始。改变命运，先改变环境。当你觉得人生困顿，处处碰壁时，少在家里憋着，少在老地方打转，出去走走，哪怕只是去隔壁的城市，看看别人的活法，听听不同的声音。你会发现，你以为的绝路，可能只是因为你站得太低，看得太近。网上有段顺口溜，糙是糙了点，但理不糙。走运走运，走出去才有好运。困难困难，困在家里肯定困难。出路出路，走出去才有出路。人不是树，没有非要扎根在一个地方的理由。土地贫瘠了，就换一块沃土；阳光被遮挡了，就挪到一个向阳的山坡。待在老地方，一切都是熟悉的，一切都可预见，但代价是，你的人生也失去了所有的可能性。走出去，换个地方，可能会输，可能会受伤，但你也可能迎来生命中真正的高光时刻。你的人生不该是一潭死水，而应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最后，想问问正在看这篇文章的你，如果此刻可以抛下一切，你最想去哪个城市或地方，重新开始你的人生？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吧。也许你的走运就从写下那个地名开始。